可能你们会问了啊，为什么我对这台车的底盘这么关注啊？首先呢，因为星途品牌他们的底盘一直做的就很不错。那这台车作为星途品牌旗下的第一款智能高端纯电动车，它的底盘用料啊、配置啊有哪些升级，有哪些变化，这个是我非常关注的。那我们首先啊，第一点可以看到，那这个车的底盘确实非常的平整啊，平整度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它的电池的下护板啊。这个电池下护板呢，星途官方是说到它是用了1300兆帕强度的高强度钢来保护它的整个电池包啊。然后在前悬和后悬的这个位置呢，都是用到了这个很厚实的塑料保护件，包括甚至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个下摆臂下方也是用了一个塑料件去保护它啊。可以说保护措施做得非常的周到啊。我们开这个轿车的时候呢，所以不用去担心底盘一些在极端情况下的一些剐蹭啊，或者是托底啊，这些呢，我觉得在这台车上应该是不用太担心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看看它的用料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它这个后摆臂，我们已经看到铝合金的用料了。然后这个里面啊，这个庞大的一个4方式的副车架，后副车架它也是铝合金的材质。那再往上，它甚至整个车身很多的承托部分也是用到了铝合金，所以它是用到一个钢铝混合的车身啊。那这些铝制部件啊，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当然就是作为一台电动车，它可以降低它的车身重量啊，这样呢可以提升它的续航。那第二呢，作为这样的一个簧下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这些摆臂它的副车架它的降低的重量呢，它可以显著的提升它的操控性能，还有它的这个舒适度。那第三个呢，就是安全性。官方呢说这台车啊，它的车身85%是由高强度钢以及铝合金材质组成的，所以呢，它的扭转高度是达到了42600牛顿米每度啊。这个数据在20多万这个级别，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好，那除了这些呢，其实这台车啊，它的整个悬挂呀、配置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首先，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啦，就这台车它全系标配的这个空气悬挂以及这个电磁可调阻尼的避震筒，也就是 CDC 的主动悬挂这两个配置在这个级别也是见不到的。但是其实我今天来的路上是有一个疑问的啊，因为在他们的官方的这个表述里面呢，它的前悬挂是用了叫虚拟双叉臂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第一次听到还以为说是假了双叉臂啊，是模拟的双叉臂，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今天看到了，终于明白了。其实奇瑞的工程师他们憋了个大招啊，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传统的双叉臂啊，它是由两个上下两个 AB 组成的。这是传统的双叉臂结构，它的调节空间呢，其实就是AB 的两端的3个节点。但是呢，后来有些车企觉得，这个双叉臂呢，它的可调空间不够大，所以呢，比如说像小鹏 P7i 这样的一个悬挂结构呢，它就是把它的下 AB 进行了一个解耦，就是这个 AB 呢，它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给它分开，分别去调教，这样它的下摆臂它的玩法就更多了啊。奇瑞更进一步。他把这台车上 AB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也进行了一个解耦，也是从一个固定式的变成了可调教式的。那这样一来啊，上下两个 AB， 它从原来的2种组合方式变成了4种这样的话，整个车身的调教的上限就更高了。那我说了这么多啊，可能这个概念比较的晦涩难懂啊。我打个比方吧，传统的双叉臂，那就好像是你点了一份外卖。点过来什么味道？基本上呢，你可调节的空间不多啊，基本上就这个味道。那小鹏 P7i 那样的一个升级版的双叉臂呢，它相当于是你买了个预制菜回来你可以去自己加一点调料，对吧？这样的话呢，你的口味可以更加的丰富。但是新纪元 ES 它的虚拟双叉臂是相当于你自己去买菜回来你自己去做调料自己去炒菜，你可以把这个菜的味道做得更加的丰富多彩。那这样的做菜方法考验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厨的手艺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台车给它开起来，看看奇瑞这位大厨做的这道菜到底怎么样。